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看起來是學術新聞，但骨子裡卻充滿戰略意涵的大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跟台灣大學簽了一份新的合作協議。這可不只是握握手、拍拍照這麼簡單哦。這件事背後其實揭示了高等教育在全球安全這個大棋盤上正在扮演一個我們以前沒想過的新角色。這次合作的關鍵推手是前美國國土安全部長，現在在伯克萊帶領一個安全與政治中心的珍娜·拿坡利塔諾。他講了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說，大家常常覺得學術界動作比政府還慢，但這份合作備忘錄跑得跟閃電一樣快。閃電一樣快，這就點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地方。到底是什麼事情需要讓頂尖大學之間的合作急到用閃電來形容？這個急迫性就是我們今天要拆解的核心。好，那今天我們會從5個角度來切入這件事。首先呢，我們會看看伯克萊跟台灣的關係其實早就根深蒂固了。接着我們會從納波里塔諾這位前國安部長的角度來理解為什麼國土安全一定要國際化。再來，我們會分析一下現在這個世界面對的威脅到底有多複雜。然後你會發現，大學竟然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引擎。最後，我們一起來想象一下這次的合作未來能玩出什麼樣的大格局。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一個關鍵點。很多人可能覺得不就是一個新的合作案嗎？不，這完全不是從零開始。你把它想成是一次關係的大升級會更貼切。事實上，伯克萊跟台灣之間的連結遠比你我想象的還要深厚。先來看一個數字，1323。這是什麼？這是在台灣的伯克萊校友總人數。你想想看，1300多個受過頂尖訓練的頭腦，早就已經在台灣的各行各業發揮影響力了。這就是一個非常巨大而且穩固的人才網絡，也是雙方合作最扎實的基礎。那反過來看呢？從台灣去伯克萊讀書的學生有多少？答案是279位。這些年輕人現在正在全世界最頂尖的學術環境裡吸收新知，建立人脈。他們就是未來串起兩邊最重要的橋梁。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其實剛剛講的279這個數字本身還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驚人的是那個成長的趨勢。跟5年前相比，台灣去伯克萊的學生人數直接暴增了超過60%，是60%哦。這就像一條陡峭的上升曲線，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雙方的交流熱度正在急速升溫。當然啦，光看人數還不夠，你去看他們合作的深度，那才驚人。這不是只有學生交換而已。在人才培育方面，有專門的台灣伯克萊獎學金；在產業研發這塊，光是跟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就有超過15個研究案在跑，甚至還延伸到新創圈。他們搞了一個伯克萊台灣健康創新加速器，直接幫台灣的醫療新創對接矽谷的資源。你看，這關係是又廣又深。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伯克萊跟台灣的關係基礎非常穩固。好，接下來我們就要把視角整個拉高了，從學術圈跳出來，看看這件事在全球安全戰略上的意義。而要搞懂這點，我們就一定要認識珍娜·納波里塔諾這個關鍵人物的背景。在他回到大學之前，納波里塔諾的來頭可不小，他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部長。這個部門是在911恐怖攻擊之後才成立的，是美國政府裡頭第3大的部門。它的核心任務是什麼？就是把以前散落在各個單位的情資全部整合起來，也就是所謂的把點連成線，去預防下一次的重大攻擊。所以他這麼多年的實務經驗，到底得出什麼樣的心法？這就是關鍵了。他提出一個我認為有點顛覆大家想象的觀點。他說，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在不走向國際化的前提下，把國內的安全工作做到最好。換句話說，
國土安全這個詞其實有點誤導，因為你不可能關起門來只掃自己門前雪，就想保護好自己的國家，你非得走出去跟國際夥伴緊密合作才行。這聽起來有點抽象，對吧？我們來看一個超具體的例子，而且跟台灣很有關係，就是美國免簽證計劃。當年就是納波利塔諾親手批准台灣加入的。這個計劃的邏輯很聰明，美國跟夥伴國家說，只要你們願意遵守一套很嚴格的安全標準，跟我們交換旅客資料，那好，你們的公民來美國就不用簽證了。結果是什麼？你看，美國的安全提升了，台灣人的商務和觀光更方便了，雙方的夥伴關係也更緊密了。這就是一個標準的三贏。這就證明了一件事，國際合作不是妥協，而是加分題，它能強化所有人的安全。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為什麼現在這種跨國合作變得這麼重要？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敵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他們變得更複雜，更會鑽漏洞，更沒有國界。你可以把現在的威脅想象成3個層次。第一層是像美國槍支暴力這種比較屬於國內的問題。第二層是像俄烏戰爭這種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國際衝突。但最麻煩、最頭痛的是第3層，那種無國界的威脅。最好的例子就是數位假訊息。你想想，他不用護照，不用買機票，1秒鐘就能穿透你的國境，直接在你家客廳，在你的手機裡制造分裂和混亂。納波利塔諾就特別點名，像是這種透過社群媒體來的假訊息戰爭、認知作戰，就是現在最棘手的威脅之一。那問題就來了，這種東西躲在螢幕後面，無孔不入，我們到底能怎麼辦？光靠一個政府部門或是一個國家的力量，很明顯已經不夠用了。好，所以當政府有點力不從心的時候，該怎麼辦？這就是納波利塔諾提出了一個很妙的解方，他把眼光轉向了一個我們可能沒想到的地方——大學。他認為高等教育機構在這個新時代的戰爭裡，可以扮演一個獨一無二的關鍵角色。為什麼是大學？你想想看，大學的整個運作模式，它根本就是一個為了解決複雜問題而生的工廠嘛。它的標準作業流程是這樣：第一步，他會去清楚定義問題到底是什麼；第二步，他會投入大量的資源和人才去做很深度的研究；第三步，就是不斷的去測試、去搓、去試錯，直到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最後一步最關鍵，他會把這個解法透過教書、寫論文，甚至是開公司的方式，把它分享出去，讓全世界都知道。就是因為他深深相信大學有這個潛力，所以他才回到了伯克萊，親手打造了這個安全與政治中心。這個中心要幹嘛？它就是要變成我們剛剛說的那種問題解決引擎，專門來處理那種安全跟政治混在一起的複雜議題，像是怎麼強化民主制度，怎麼面對新科技的挑戰，甚至是氣候變遷帶來的安全問題。OK， 我們前面鋪陳了這麼多，從歷史淵源講到國際安全，再講到大學的角色，現在是時候把這些線索全部串起來了。這一切對於這次伯克萊跟台大的新合作到底代表了什麼？納波利塔諾給這次合作下了一個注解，我覺得非常到位，也很有企圖心。他說，我們應該要一起把格局做大。這句話就講得很白了，這不是那種小打小鬧的學術交流，不是交換幾個學生辦幾場研討會就沒事了。他的野心是要打造一個能真正解決世界級問題的平台。所以這個新的合作模式會長什麼樣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4合1的超級引擎，它把最頂尖的學術研究能力跟處理真實世界挑戰的實務目標結合在一起，同時它會把業界最厲害的專家拉進來一起合作，也為學生提供獨一無二的實戰機會。這等於是把最聰明的腦袋、最真實的問題、最有經驗的專家，還有最有潛力的學生，全部都在一起，變成一個真正的問題解決工廠。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
我們從伯克萊與台大的一份協議，看到學術合作在全球安全中正在扮演一個全新的角色。透過前國土安全部長的視角，我們理解到，面對現在這種無國界的複雜威脅，像是假信息戰爭，大學正在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解決方案引擎。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在這個感覺越來越分裂的世界裡，像這樣的學術合作有沒有可能成為修補全球裂痕的關鍵力量？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